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早上我在德国刚起来的时候，就看到一个爆炸性的新闻，我认为是爆炸性的啊，因为俄罗斯那个电报创始人杜罗夫在法国某机场被捕了。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位电报创始人杜罗夫他的背景或者是他的过往吧。杜罗夫是80后，1984年出生于当时的苏联，拥有俄罗斯、法国以及阿联酋的国籍。他是电报创始人，现在也任电报的 CEO。电报的总部是在中东的迪拜。据网上资料称，他拥有26亿到155亿美元的资产。2024年8月24日，帕维尔·杜罗夫在法国某机场被捕。老实说，对他的被捕，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但还是有点震惊。因为从手法来看，这真的是某大国惯用的伎俩、惯用的操作。第一，通过此手段，某大国可以收割他的财富，据为己有。但他的被捕，我认为有更深层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他创立的电报这个平台。电报可以提供端到端的加密传递，也就是说，任何其他人、任何国家组织都很难获得这个平台的信息。所以在俄罗斯、乌克兰还有前苏联国家的影响力较大，拥有大量的用户。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也非常受欢迎。我认识很多人，他们也用电报。所以说，这个某大国想染指这个平台就非常的困难。而恰恰是这个某大国是不允许此类事情发生的。这个某大国啊，一定会想尽各种办法，比如说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来置你于死地。比如说过去这个某大国打压华为，以及在加拿大某机场把孟晚舟抓起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据说啊，把这个电报创始人杜罗夫抓起来的原因是啊，电报平台缺乏管理，导致平台涉及恐怖主义、洗钱、贩毒和分享恋童癖的信息等等。法国执法部门称，电报平台此前拒绝与执法部门合作。一名调查人员说啊，电报已经逍遥法外很久了，但是他们也感到非常惊讶，因为杜罗夫明知自己被通缉，还是跑到法国巴黎，太大意了。对此，俄罗斯国家杜马副主席万科夫今天，也就是8月25日凌晨，呼吁俄罗斯外交部设法解救杜罗夫。他表示，已经向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发出了相应的请求。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已经采取了必要措施，以了解杜罗夫的有关情况。可是，法国方面拒绝了俄罗斯的请求。法国方面说，因为杜罗夫是法国公民，所以不会被交换或者是引渡到其他国家。据法国某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周六晚上，杜罗夫乘坐从阿塞拜疆起飞的他的私人飞机飞往法国巴黎某机场。落地后，法国海关反欺诈办公室的官员将他拘留，而法新社援引未透露姓名的官员的话说，杜罗夫因与这款流行的通信应用软件电报有关的罪行而被捕。朋友们，当我获知这个被捕的消息的时候，我脑海中马上浮现另外一位大佬，那就是原推特现 X 平台的老板马斯克。有某国在，我认为啊，任何人都不可能安全，甭管他拥有多少国的国籍。获知这消息后，马斯克用了一个讽刺，表达了他对此案的强烈不满。他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称，我的观点，现在是2030年的欧洲，你会因为一个表情包而被处决。在这条消息发出后，短短几个小时内，它的浏览量就超过了2000万，注意啊，是2000万。目前为止，网友评论大概1万条左右。但在深入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展开一下，那就是某大国为了收割全世界财富以及掌握话语权，其实呢一直在做几乎同样的事情。罪名嘛，随便安一个，但一般都以泄露国家机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涉及恐怖主义，这样他就可以在全球通缉了。你看，对这个杜罗夫也一样。大家回忆一下，过去呢有斯诺登，也有阿桑奇这两个例子，对不对？最近几年与中国有关的人物也有，前面提到孟晚舟，对吧？还有华人谭辉、赵长鹏等人。后面这两位啊，这个某国看中的是他们俩的财富，
特别是赵长鹏，据说他的资产如果以人民币计价的话，已经好几千亿元了。这个人呢，在少年的时候，大概是12、13岁的时候，就随他的父母移民加拿大，是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的创始人。其实赵长鹏这个人，他的智商非常的高。为了防止某国向他动手，他还早早做好了准备，也拿了阿联酋的国籍。因为司法体制不同，某国是没有办法把他从阿联酋引渡的。可是这个某国还是棋高一招啊，直接指控赵长鹏与恐怖组织合作。这下好了，事情就直接变性了。所以呢，赵长鹏最后呢，只能乖乖的跑回美国。一次性交了多少罚款或者保护费？4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大概是300亿左右。300亿人民币罚款，但是外界说这是保护费。与他的数千亿人民币的资产相比，这区区的300亿人民币，他能够消灾吗？交了钱还是不行的啊。所以呢，后来赵长鹏被判入狱4个月，这也许刚刚是开始。可以这么说吧，机关算尽，但还是被抓。所以啊，只要某国想要你的命，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所以说，赵长鹏还是太天真了。某国把他扣住不放，不停地盘查他的资产，大有把他的数千亿资产全部榨干的架势。不过，从我们韭菜的角度来说，这样挺好的，让那些在中国赚钱，把他的家人或者把他自己弄到这个某国人也看到啊，即使他去了这个某国，他们梦想中的天堂也有下地狱的一天。另外呢，通过昨天才发生的电报创始人杜罗夫被捕这件事情啊，让我们再次看清了法国逮捕他极有可能是提线木偶在完成他的上司交给他的任务，其背后的某国才是真正的大佬。虽然没有实锤证据，但是总允许怀疑吧。欧盟不是怀疑中国国家对这个中国电动车进行补贴吗？反正不需要什么证据。另外，俄罗斯是使用电报这个软件最频繁的国家，而俄罗斯又被西方这些国家定为敌人，所以某国下命令，而法国呢，作为提线木偶来执行这个任务。逮捕电报的创始人是否是某国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大家细品吧。对于电报创始人杜罗夫被捕的事，德国各大媒体也做了报道。我们接下来看看德国国家媒体德国电视1台的报道。我们看德媒是从什么角度进行报道的。电报老板被捕，消息应用程序电报老板在法国被通缉，杜罗夫被指控对煽动暴力没有采取有力措施等，现在他显然已经被捕。据媒体报道，电报创始人帕维尔·杜罗夫在法国被捕。据调查人员称，这名39岁的男子从阿塞拜疆抵达巴黎后，警员于周六晚在巴黎附近的布尔热机场将其逮捕。这位拥有法国国籍的俄罗斯亿万富翁是法国的通缉犯。法国司法部门指责杜罗夫对利用电报平台的服务从事犯罪活动采取的行动太少，而且没有与调查当局合作。俄罗斯大使馆已介入。俄罗斯塔斯社援引莫斯科外交部的声明称，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已着手处理此案。该声明说，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大使馆立即采取了必要措施，正在努力弄清情况，尽管杜罗夫的代表没有提出申请。据2家法国电视台报道，当局已对杜罗夫展开初步调查，怀疑他未能干预反贩毒、欺诈和虐待儿童等犯罪行为，和配合执法部门的工作。据 TF1 电视台报道，周日可能会对杜罗夫展开初步调查。打击反对仇恨言论自由的力度不够。电报由尼古拉·杜罗夫和帕维尔·杜罗夫兄弟创立，他们此前已经创建了 VKontakte 网络，一种俄罗斯版的脸书，它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在线网络之一，也被许多政府机构和政界人士用于交流。使用电报对聊天可以作为秘密聊天进行端到端加密。该服务宣传说，与美国的服务不同，它不会将数据用于商业用途。电报在德国和其他国家被批评为右翼极端分子和阴谋论的平台。
电报创始人被指责没有对仇恨言论和煽动暴力采取足够的措施。由于来自俄罗斯有关部门的压力越来越大，杜罗夫卖掉了 VKontakte， 并于2014年离开俄罗斯。据他说，他后来在柏林、伦敦、新加坡和旧金山生活过，最后决定选择将电报总部设在迪拜。接着我们看看德国电视一台网友对此事的评论。第一条评论：欧盟正日益成为独裁。下面一位网友评论几乎一样，也是说欧盟独裁。我们继续往下看。我的印象是，限制所有社交网络的序幕正在拉开，这不仅会影响法国，还会影响整个欧盟。由此我得出结论，我们正走在一条可能会极大限制我们言论自由权利的道路上，以至于在不久的将来，言论自由将会受到大规模的压制。我们不要忘记，在瑞士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曾讨论过，需要对民众采取更严厉的措施，需要加强控制。那次会议强调，媒体和社交网络上的意见表达是个大问题，因为它们难以控制，因此人们自然希望实施适当的限制。我们看下条评论。现实情况是，欧盟政权及他的那些国家傀儡走上了全面审查、监视和控制之路。我们继续往下看。互联网不是法律真空地带，电报不遵守法规和法律，平台运营商有义务删除仇恨言论和非法内容，即使在民主国家也有法律界限。下一条评论。这就是欧盟和西方的价值观：逮捕、讹诈和压迫。言论自由已死，当法律和秩序被国家滥用时，就是暴政。每个公民都有反抗的权利和义务。我们继续往下看。欧盟不再欢迎言论自由。如果没有电报，许多人仍会相信口罩和新冠疫苗。好，我们看下条评论。他该进监狱了。下条评论。当你为隐私而战，最终却被一个以自由著称的国家逮捕，这真是莫大的讽刺。我们看下条评论。但是中国烫着也中枪啊！这位网友说，终于像在中国一样生活，欧盟也快了。下条评论。在俄罗斯，杜罗夫仍然是西方价值观的自由英雄，因为他不想让自己的平台受到审查。现在他在西方因为同样的原因被捕，甚至被诬陷，就像他在俄罗斯一样，极端分子、罪犯的支持者。好，朋友们，接着我们来看看德国中间偏右的媒体《世界报》的读者评论。第一条评论：你不必知道最近被禁的报纸，也不必使用电报，比如我两者也不知道，就能感受到在国内安全的幌子下，我们的自由正在一点一点被限制。我们的德国从未像今天这样缺乏安全感，这并不是因为要禁止的媒体的错。下一条评论：这是对信息自由的决定性打击，理由很牵强，现在也许可以成功的渗透电报了。我们再往下看，这家伙支持传播儿童色情，几年前就有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报道。好，德国知识点评：对于此类指控，可能理由有些牵强，好像阿桑奇也受到同样的指控。反正某大国需要的话，一个指控算什么呢？当然，我本人是绝对不赞成恋童癖的。我们看下条评论。他们想控制言论自由的最后堡垒之一——电报，这一切发生的太快，太可怕了。下条评论。让我们看看欧盟是否也敢逮捕埃隆·马斯克，毕竟他也支持言论自由。我们看下条评论。他们当然会，你真的怀疑吗？而且现在他也支持特朗普。我们继续往下。杜罗夫不仅是俄罗斯人，还是法国人。《世界报》又次未经核实，就采用了德新社的拙劣垃圾。我们继续往下。真糟糕！在一些独裁国家，电报是唯一安全的通信平台，只有言论自由或者没有。由于数字服务法案的存在，欧盟很快就不会再有言论自由了。下一条评论。
好家伙，肯定全是虚假的指控。电报是全球言论自由的权威。我们看下条评论。当然，这又是官方为了打击有组织犯罪，他们不会在乎，但言论自由会在乎。不久之后，几乎就没有任何技术平台可以让人们在没有审查或恐惧压制的情况下获得信息、交流思想了。乔治·奥威尔不知道数字化的老大哥会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他会拥有怎样的力量。我们继续往下看。马斯克怎么说？他们不是要禁止仇恨言论，而是要禁止他们所憎恨的言论。好，下一条评论。这种操作符合冯德莱恩的想法，企业老板可以依据法律被任意指控，而政治人物则享有豁免权。好，现在我们来看看奥地利媒体标准报的读者评论。第一条评论：电报和推特，或者现在叫 X， 散布仇恨言论、阴谋论和暴力，应在国际上予以禁止。下一条评论：在新冠危机期间，电报受到了我们的欢迎，因为阴谋论者和许多其他角色都觉得在那里与同伴发泄情绪更安全。至于你是否想用自己的账户参与其中，这取决于你。我们看下条评论。通过电报传播的内容严重损害了欧盟的利益，同时也有利于俄罗斯。杜罗夫兄弟是普京的情报人员，这点其实非常明显。好，我们看下条评论。这届奥地利媒体的读者也让中国躺着中枪。他是这样说的：普京的干预揭示了电报的情况，而且不是什么好事。这或许并非巧合，西方社会的动荡是由俄罗斯和中国的网络推动的。没错，因为 X 我们内部也有问题。在2014年的短暂不景气之后，电报似乎终究还是与普京达成了和解，但随着普京打手们的触角延伸，即使是迪拜也不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地方。我们德国应重新考虑能否使用这些具有破坏性网络的问题。不，这并不是对言论自由的侵犯，因为在这些网络之前，言论自由就已经存在，并且存在的时间更长。但这将是恢复一个不再不受法律约束的空间。我们看下条评论。这位读者就报道中的这句话，法国指责这位企业家缺乏干预和与法国执法部门合作不足，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说，想象一下，法国逮捕元宇宙这家公司拥有脸书、Insta、WhatsApp， 或者逮捕谷歌这家公司拥有油管等，或者逮捕亚马逊老板。据我所知，他们也不会如此严格删除信息。西方呀，到底怎么了？我们看下条评论。意思是，有人还不屈服于言论自由的残害，那我们现在就逮捕他吧。我知道这里的主流意见是言论自由是有限度的，但我仍然认为有限度的言论自由不是言论自由，而是纯粹的浪费。对不起，但作为一个真正热爱自由的人，我不能不坚持这个观点，即使他在这里不受欢迎。下条评论。也许另有隐情，为法国情报部门设置后门，让他们可以读取电报的所有信息。我们看下条评论。也许杜罗夫也是为俄罗斯和法国从事间谍活动的双面间谍，否则他为什么同时拥有两国国籍？你来证明我错了。德国之士点评下，西方人的逻辑就是那么无耻，直接污蔑你，但要你自己证明清白。就像德国电视2的那位体育解说员说的，我们怀疑中国游泳选手潘展乐的自由泳成绩可能是服用了兴奋剂才取得的，直到他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好，我们看下条评论。逮捕似乎太过分了，把所有责任都转嫁给平台运营商，如果不配合调查，就把运营商关起来，这不符合宪法规定。如果持这种态度，奥地利的宪法保护局就不得不把自己关起来，因为比如说他们没有跟进潜在袭击者购买非法武器的线索。当然，平台也会从非常可疑的事情中获利，也不会有太大的动力去打击他们的客户。但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不宽容的政策就过火了。
下条评论。据我所知，法国的这起案件与系统性传播儿童色情内容有关，电报可能已经成为这一领域的头号黑手。尽管法国当局有具体证据，但电报并没有，也一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因此，在论坛上谈论言论自由有点误于企图。即使在埃隆·马斯克的推特上，我也不能随便发布儿童色情，但在电报上似乎可以，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我们继续往下看。欧盟议会中的各种法西斯组织正在推行的信息监控，也总是打着打击虐待儿童、色情的幌子。这并不意味着什么。我们看下条评论。卡特琳·格洛克在下次访问法国前需要做好准备，因为如果一个企业的总裁现在因为用户对他们所做的事情而被逮捕，那么这几乎会对所有企业产生重大影响。德国之声补充，卡特琳·格洛克是一家奥地利军火企业的老板。最后，我们来看看马斯克发的这条推文下全球网友的评论吧。因为又过了几个小时，现在他的浏览量已经超过2860万，评论也超过了11000条。我们看第一条评论：全世界都为自由与欧洲战斗，为宗教与欧洲战斗。现在我们必须为言论自由与欧洲战斗。这些该死的殖民者永不停息。下条评论：我们不能让逮捕杜罗夫这种事情成为现实。我们看下条评论。电报创始人帕维尔·杜罗夫在法国被捕，罪名包括协助恐怖主义、贩毒、诈骗和洗钱，可能面临长达20年的监禁。这一行动似乎源于他拒绝审查电报上的内容，凸显了言论自由倡导者与政府控制数字平台之间持续存在的紧张关系。我们继续往下看。今天是电报，明天是推特。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民。好，下条评论。言论自由是一种权利，而非犯罪。下条评论。我总是说，欧洲天生就是法西斯主义者，这就是人们离开欧洲并创建美国的原因。但现在，美国本身就有55%的法西斯社会主义移民，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准备逃往法西斯无法到达的火星。我们继续往下看。因为不允许政府监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变成了犯罪。下条评论。我不会因为毒贩喜欢开宝马车而逮捕宝马的总裁。好，我们看下条评论。为什么过去几年世界变得如此疯狂？这在过去是不正常的，即使在欧盟或英国也是如此。好，我们继续往下。爱尔兰政府去年启动了对全国人口的大规模监控。下条评论。我读到的原始报告从未提及毒品等问题，只是指控他在电报平台上发布了当局不喜欢的帖子。我不知道关于毒品的指控是否有任何实质内容或真实性，或者这只是法国当局改变说法的一种方式。我们看下条评论。真理总会找到自己的路，平台可能会改变，但人民的意志不会被审查制度所禁锢。马斯克，非常感谢你买下推特。下条评论。最危险的人是那些寻求真理的人，因为他们揭开了暴政的伪装，他们拯救了所有被困在黑客帝国里的人。下条评论。埃隆，千万要小心呐，他们的下个目标就是你。下条评论。法国总统马克龙继续使用电报。下条评论。欧盟对俄罗斯非常不满，他们正试图重建苏联。我们继续往下。恕我直言，去他妈的英国暴政，永不放下我们手里的枪。下条评论。我们先看 BBC 的这条新闻，标题是也门军火商在 X 平台上售卖机关枪。这位网友是这样说的：看来他们已经选择好了下一个受害者，那就是埃隆·马斯克。我们继续往下看。1984变成了2030。德国知识点评。我的理解是，这位网友认为
奥威尔笔下的1984那个监控国家，在2030年正在成为现实。我们看下条评论。如今，出于多种原因，法国是一个需要避开的国家，我将把它扩大到整个欧洲及英国，避免此类旅行。下条评论。埃隆·马斯克与帕维尔·杜罗夫站在一道，他们都支持言论自由。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言论自由在欧洲已荡然无存，在加拿大也即将消失，而在美国，只有特朗普总统获胜，言论自由才能存活。左派无法在政策上获胜，所以他们靠审查获胜。好，朋友们，今天我们以此来结束本期节目。真的，我已经无话可说，因为刚才这位网友说出了我的心声。